今天给一台集合 A4 加装一套集合 A18 的 ABS 套件，前轮的齿圈加碟盘，后轮的齿圈，双通道 ABS 的泵体，我们制作的镀银线的 ABS 线束，还有 ABS 的 DC 供电，也全都是制作成的镀银线。一套油管，2瓶刹车油 DOT4 的，一包配件的螺丝 ，ABS 泵体的支架，还有一捆扎带。这就是集合 A18 ABS 套件的全部配件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前面的碟盘和齿圈装上去，因为它是跟 A18 通用的，所以说我们用 A18 原装的就可以了。我们知道 ABS 的安装最困难的点就是传感器的安装和固定，因为这款车的高配车型是自带单通道的 ABS 的，所以说它预留了这个位置。这里我们能看到原厂的时候，它打了螺丝胶，第一次拆的时候没有拆下来。我们用热风枪对它进行加热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方便拆卸了。这里一定要对角去固定。因为 A14 高配版它是带单通道 ABS 的，跟 A18 的盘是通用的，所以它这里预留了固定传感器的位置，我们直接传感器固定就可以了。因为集合 A14 的后面是大柄电机，跟 A18 完全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是单独另外配备了3孔的齿圈。试了一下3孔的齿圈是不对的，现在要换一个外径合适的3孔齿圈，但是这个齿数是不对的，我们要重新画图，重新设计。A14 后面并没有配备 ABS 的版本，所以说我们要来自己找一下传感器安装的位置。装 ABS 齿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这个碟盘是有凹陷的，我们直接把齿圈装上固定螺丝，它齿圈会被螺丝打到变形，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垫片，这是我们定制的钛合金的垫片，然后放在这个里面。后轮的传感器安装，因为是我们 DIY 的，我们要注意，一定要把传感器的这个头与齿圈的中心点对齐。传感器与齿圈的间隙，我们以前轮为准。前轮传感器与齿圈之间的距离，我们用筛齿来测量一下，测量得出是0.8毫米。我们安装传感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传感器的这个头一定要保证在齿圈齿的中间位置。传感器与齿圈安装完成以后，我们接下来安装 ABS 泵体与线束。
们把 ABS 支架固定在这个位置，因为 A18 的可能跟 A14 的并不通用，所以说孔位不一样。我们这里上一颗螺丝，然后另一边进行点焊，因为 ABS 泵它并不受力，所以说点焊也可以。ABS 泵体固定好以后，下面开始安装油管。这里标有 F， 这是前下泵。这个 MC2 是后上泵，这个 R 是后下泵 ，MC1 就是前下泵。这就是泵体上全部油管安装好的状态。因为 A18 安装泵体的位置比 A14 要靠上一些，所以说这根油管可能短了些。我们后期可以加装一个延长杆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下面我们开始固定 DC 与 DC 的安装。DC 的供电线我们已经去弄到前面了，现在我们只需要给它接起来就好了。这根短的是我们72伏取电线，切记我们一定要从车的后方，从控制器或者充电的位置找到72伏，一定不要从前面找，有可能会烧掉仪表。我们测试的时候发现，集合从 A12、A14 开始有一个蓝牙解锁 2.0， 打印到蓝牙信号后，那么 T-Box 电门锁就会给信号到 DC 和控制器电门锁。这样加装的 ABS 供电 DC 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电门锁信号来启动 DC， 否则只要感应到了 DC 就会供电给到 ABS， 这时候万一后轮或者前轮悬空发生了转动， ABS 会陷入报错状态。为了避免这种偶发的意外情况，我们决定从尾灯供电入手，桥接一个继电器来负责启动 DC 的电门锁信号，这样可以完美解决这个加装 DC 可能会产生的缺陷。这里我们已经调节好了继电器，我们来看看效果。现在蓝牙属于连接状态，它并不会工作。下面我们开机，我们 DC 供电已经接好了，下面来测试一下。我们的蓝牙已经连接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并不会有12伏产生。下面我们开机测量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有电压了。下面我们关机。
且可以正常的断电。它每个时间